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些资料，哇，真的太有意思了。他试图回答一个我想全世界球迷可能都在问的问题：2026年我们还看得到梅西吗？而且如果看得到，到时候的他会是什么样子？老实说，有些数据真的让我非常惊讶。没错，你看，在你面前这一叠报告啊，涵盖了从2023年到现在所有关于梅西的一切。他在球场上的进阶数据，一份让人有点担心的医疗记录，还有阿根廷国家队的战术演变，甚至连苹果跟 Adidas 的商业布局都写进去了。我们的任务就是帮你从这些错综复杂的线索里找出最关键的答案。这里面有个很有趣的矛盾点。你看这些数据，梅西的球技，他的创造力，毫无疑问还是世界顶尖。对，但另一方面，他的身体就像一辆跑了几十万公里的 F1 赛车，性能还在，但仪表板上的警示灯已经开始一个一个亮起来了。哇，这个比喻很贴切。2026年的他将会是技术巅峰含身体极限的一个非常奇妙的综合体。好，那我们就从最让人跌破眼镜的地方开始吧。他在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 MLS 的数据，2025赛季34个进球，17次助攻，这数字很夸张。这数字简直是疯了。但很多人会质疑，这会不会只是因为联盟的强度不高造成的数据假象？这就是最迷人的地方。进阶数据告诉我们，这完全不是假象。你看哦，他的34个进球是建立在仅仅24.6的预期进球，也就是 XG 值上。等一下 ，XG 预期进球，这个听起来有点像工程师在看的东西，能不能帮我们还有听众稍微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概念？当然，你可以把 XG 想象成机会的好坏程度。机会的好坏。对，一个在门前1公尺的空门机会 ，XG 值可能高达0.9，代表10之8九会进。一个30公尺外的远射 ，XG 值可能就只有0.01。所以24.6的 XG， 意思是他整个赛季获得的机会，理论上应该只能进24到25球。哦，哇，所以他等于是无中生有了将近10个进球，哎，还不止，更关键的数据是预期射正进球 XGOT 高达31.41。又来一个新名词，哎，XGOT 跟刚刚的 XG 有什么不一样？如果说 XG 是机会有多好，那 XGOT 就是你这一脚射门踢得多刁钻。它只计算射正的球，并且评估球飞行的角度、速度，守门员有多难扑倒。啊，我懂了。梅西的 XGOT 高达31.41，这表示他不只是把握机会，他还能把那些普通的机会踢出神仙球等级的射门，直接射向球门最刁钻的死角。我懂了，所以 XG 像是剧本好不好 ，XGOT 则是演员的演技有多神。没错，梅西拿到的是普通剧本，却演出了奥斯卡等级的表现，他的射门功夫根本一点都没退步。完全正确，而且不止进球，你看他的创造力，比如帮队友创造射门机会这类数据，在全球所有球员里依然排在前1%。哇！所以结论很清楚，单论技术和足球智商，他还是那个金字塔顶端的梅西。听起来他的技术面完全没问题，甚至还在进化。但我们都知道，一个快39岁的身体不可能没有一点代价。报告里提到的那份伤病史，听起来就没这么乐观了。没错，这份医疗记录看下来，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模式。他过去的伤病很多是被人铲伤啊、撞伤啊这种对抗性伤势。但从2023年开始，绝大多数变成了腿后肌、内收肌拉伤这种消耗性伤势。这就像一部跑了很久的老车，引擎本身没坏，但各种小零件因为长期磨损开始出问题，是这个意思吗？是个很贴切的比喻。这代表他的身体恢复能力、肌肉的弹性正在大幅下降，这是高龄运动员无法避免的。报告里最惊人的一个数字是，在2024赛季，他因为这些反复的软组织伤势，竟然缺席了迈阿密国际58%的比赛。58%？ 58%，这是一个非常响亮的警讯。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常常看到他在场上散步，甚至引起一些批评。但我记得报告里提到，这其实是一种刻意的策略。是的，这是一种主动的经济跑动策略。数据分析显示，他在阿根廷国家队的比赛中，有高达80%的时间是在用步行的速度移动。80%？而他的队友平均只有40%。等等，说他是经济跑动，听起来很聪明。但这在防守上不会成为一个巨大的漏洞吗？尤其是在世界杯这种强度的比赛里，少一个人跑动，那个代价可能非常高昂。你提到了关键点，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阿根廷队如此重要的原因。他散步不代表他关机了，他的大脑其实在以极高的速度运转，像雷达一样扫描全场，观察对方后卫和中场之间的空隙，在找破绽。对。然后在最恰当的时机移动到那个最有威胁性的位置。他是在用最低的体能消耗换取在最关键的0.5秒的致命一击。所以他的优势已经从腿的速度转化为大脑的速度。一个技术无懈可击，但身体却需要小心保护的梅西，这听起来像是一把绝世宝剑，却有着玻璃剑鞘。那阿根廷队要怎么使用它，这就要看教练的战术设计了。没错。这也是他在迈阿密国际和阿根廷国家队角色完全不同的原因。在迈阿密，他基本上是绝对核心，整个球队的战术为他量身打造，给他无限的自由度，有点像是微缩版的老巴塞隆拉队。那是一个让他刷数据、保持状态的舒适圈。但在阿根廷国家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完全不同。主帅斯卡罗尼的体系非常聪明。他们意识到不能再让30好几的梅西像年轻时一样又当爹又当妈，从中场一路带球到前场，那种累活不行了。对，现在组织进攻这种累活交给了像恩佐·费尔南德斯、麦卡利斯尔这些年轻力壮的中场。那梅西的任务是什么？他的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定在前场，特别是对方后卫和中场之间的那个口袋区域啊，就是那个让后卫很头痛，不知道该上前压迫还是退后防守的尴尬地带，对吧？完全正确。他被要求待在那里，节省体能，像个狙击手一样，等待队友把球喂给他，然后专心完成最后一击。所以他从过去的系统创造者变成了现在的系统终结者。报告里有个例子，我觉得非常有说服力。2025年3月，阿根廷对上宿敌巴西那场比赛。是的，那场比赛是个转捩点。梅西因伤缺阵，全世界都等着看阿根廷会不会被打回原形。结果他们以4-1摧枯拉手般的大胜巴西。4-1，那场胜利等于是向世界宣告，阿根廷的梅西依赖症已经结束了。哇，4-1击败巴西，而且是在没有梅西的情况下，这真的是一个巨大的宣言呢。感觉就像是整个团队在跟梅西说：“嘿，老大，你不用再一个人扛着我们前进了，现在换我们来保护你。”正是如此，现在的阿根廷是一个强大、健康的战术体系。这个体系有能力去包容并且最大化一个不再需要跑满全场的梅西。好的，我们来整理一下。所以技术层面，他依然是王者。没错。身体层面，他像个需要被小心呵护的珍宝。而在战术层面，阿根廷队也进化到了可以为他提供完美支援系统的程度。那么，最后决定他到底去不去2026世界杯的关键因素还剩下什么？除了身体状况这个最大的变数，报告点出了2个关键因素，一个是内在的，一个是外在的。内在的是他的心态。心态？他不是一直都渴望胜利吗？是的，但他渴望的方式变了。他最近在好几个采访里反复强调一句话：我不想成为球队的负担。不想成为负担。对，2022年他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世界杯，完成了最后一块拼图。他的心态已经从一个需要冠军来证明自己的索取者，变成了一个希望为团队贡献的给予者。这代表他会非常理性地评估自己的状态。如果他觉得自己没办法做出足够贡献，他宁愿退出。就不是情感用事，而是极度理性的自我评估。这转变很巨大。那外在的因素呢？听起来这股力量可能比他自己的意愿还强大。是的，一股巨大的商业推力。2026世界杯在哪里举办？美国。美国正是他现在居住、踢球影响力最大的地方。
所谓的梅西效应已经让苹果的赛事转播订阅数、MLS 的赞助和门票收入、球衣销量全部呈现爆炸性的增长。所以不只是球迷希望他参加，那些投入了数亿美元的商业巨头，像是 Adidas、Apple， 更需要他参加。可以这么说啊，他们已经在他身上下了重注，赌他一定会出现在2026的赛场上。这股由商业利益形成的巨大惯性，几乎是在推着他往前走，让他很难说不。所以综合了技术、身体、战术、心态和商业这5个层面，把所有因素都放进这个复杂的方程式之后，最终的预测是什么？他会参加吗？答案是会。会。前提是他在2026年初没有遭遇毁灭性的重大伤病。但你要好心理准备，他扮演的角色将会彻底改变。报告里提出了3种可能的情境剧本。哦，哪3种？第一种，最不可能的是像2006年的喜蛋那样，从头到尾担任绝对核心，燃烧自己照亮球队，他的身体不允许。这不可能。第二种，比较有可能的是像1994年世界杯的巴吉欧，在小组赛阶段可能相对沉寂，但在淘汰赛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扮演英雄。那最有可能的剧本是什么？最有可能的是扮演一个教父的角色。教父，他会是球队的精神领袖，更多时候是在替补席上观察战局，然后在比赛最后30分钟，当对手体力下降时，作为超级替补登场，用他的经验、视野和那致命一传，来改变比赛的走向。从绝对核心变成终极杀手锏，这听起来很合理。这也意味着阿根廷的卫冕之路第一次不再是完全系于梅西一个人的脚下。没错，这对阿根廷来说其实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他们的命运现在是掌握在整个战术体系的健康运作上，而不是一次次的个人英雄主义。最后，我们想留给你一个问题思考：2022年，整个阿根廷队是带着一种使命感，为了梅西去赢得世界杯。到了2026年，真正的考验或许完全不同了。梅西本人是否愿意彻底信任他身后的这个强大团队，接受一个贡献更集中、上场时间可能更少，甚至可能需要在某些关键时刻坐在替补席上的新角色，来与他们一起再次赢得一切。他最后的对手可能不是场上的任何一支球队，而是他自己角色的转变，以及那个没有人能击败的敌人——时间。